杰西的世界，我们每个礼拜都要请骆师傅来谈心事，欢迎骆师傅。大家好。对，那今天我们要来谈哪一个电影呢？今天谈的电影好有难度哦。对，听说你头很痛，是不是？叫《野雀之诗》。你知道今年就是陈淑芳的年，国民阿嬷年。陈淑芳也因为这个角色，她的角色入围了台北电影节的最佳女配角哦。同时，这部戏也得到了台北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它整个弥漫的氛围，整个电影的痛调哈，我觉得从它的主题上面来说，包含了一些玄秘啦，传说啦，情欲啦，情欲，里面情欲我们可以看到，还有暴力的这个部分，特种行业，台面底下的文化，其实这一切，我觉得整个电影，包括电影的氛围，你都会觉得是一种很弥漫的，我觉得是天蝎座的一个氛围的一个电影。所以我们现在不仅是谈角色本身，我们谈电影本身也有星座个性。没有，我就觉得它整个反映出来的，因为天蝎就是掌管这些东西，那这个电影它本身也就在演这些东西。对，所以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天蝎座的电影。主要的角色也就是女主角，还有她的小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陈淑芳演的阿嬷的人。那我们今天就针对这3个角色来去做一个分析，好了。好哦。那你觉得要从哪一个开始？这部电影它真的太神秘了，然后所以你能够参考的点其实有限，而且它真的参考点不多，所以相信这样，我觉得最简单可能还是阿嬷吧，阿嬷，对，阿嬷也是戏份不多，前面跟后面而已。对，阿嬷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她就是一个照顾者的角色，而且你可以看到从头到尾，阿嬷跟小朋友的互动，她会讲很多故事，对，很多传说，不管是波西娜或者是野雀。或者是到最后的那个矿坑，对，之类的不要去或什么的，那甚至是到最后阿嬷的最后的那一场戏，回来看大家那场戏哈，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它就是一个会跟神秘学有关系的，会跟传统有关系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会把它定在巨蟹或双鱼。为什么没有天蝎？毕竟这是一个天蝎座电影，但却没有天蝎的原因是，第一个，他就是一个照顾者，对，他是一个很照顾的照顾者。对，第二个是他会很注重这些传统的诗歌、传统的神话有连结。那其实这是神话，这是双鱼他注重的嘛？那传统。对，这是巨蟹传统传承，血缘的传承，这个也是我们巨蟹会注意的事情。对，所以到这2个相同，我会觉得就是这2个星座，我会觉得比天蝎更靠近阿嬷的形象。那然后再来呢，我们会看到说，阿嬷她最后也会知道说，她老了，然后她必须要让小孩子跟着妈妈，或者是做什么的。然后他真的在做的时候，他也会帮小孩子真的去做一些事情要不然小孩子没办法长那么大嘛。对，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相形之下，在照顾人这件事情上面，的确我们的双鱼跟巨蟹都很会照顾人，但如果实质上真的能够照顾得更好的，或者是知道是巨蟹，因为其实双鱼他有时候他会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可能会觉得他很有心，他很有爱心，他可以做。他想要做很多事情，可是往往他没有办法像巨蟹照顾的那么无微不至。为什么？因为力不从心。对，因为毕竟巨蟹它的守护星是月亮，月亮我们第一个就想到妈妈嘛。所以其实很多人会说，巨蟹座男人很居家，很是居家好男人，或者是我们很多人就想巨蟹很爱家，那就变成说，因为他们很重视我们生活中的这个部分。对，那可是双鱼呢，它是海王。海王星掌管的一个星座，所以你就会发现说他心很大，他很同情，很有心，然后很能够理解你的辛苦，或者是说很能够去有很多的爱。可是当他真的要落实的时候，海王星毕竟它就是一个如梦似幻的状态嘛，
当他真的要去做的时候，他会发现他想要做，但是好像没有办法做到100%像巨蟹那么的完备。对，而且对于传承，尤其是家里的这个部分，他会觉得说，他也会鼓吹他的孙女，就是我们的女主角妈妈，就跟一个男人吧，这样才能够成家或者什么的这个部分，比较没有像双鱼的那种浪漫，就说没关系，你就好好的去幸福的过日子就好，这是不一样的要求。对，好，那既然讲到女主角的话，那我觉得女主角我就想来猜一猜哦。我觉得女主角她的个性她就是一个缺乏爱的女人。天秤座是不是？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参考点。对，而且基本上我也是把它颁给天秤座啦。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我还在想说天蝎座。不，我一开始我还在想它 maybe 是狮子座或者是白羊座。是，对，为什么？就是相形之下，这是在这个这么阴沉或者讨论到那么多负面能量的电影里面，其实它是一个相形之下跟其他所有人，包括跟他的儿子比起来，他都是一个比较明亮的、比较在流动的能量比较高的。其实我觉得他很天真的角色，我觉得他很天真、很浪漫。对，所以这种人，其实我觉得风象星座跟火象星座出现的几率会高一些些。那再者呢，就是你从他每次登场的服装。那我们先撇开他的职业好了，但是他每次他的服装总是就是变成大家注目的焦点，对，好，所以这个部分也会让我觉得他可能会是狮子或者是白羊或者是天秤的可能性多一些，对，因为狮子选的服装一定是要让大家哇哦，对，花枝招展。白羊的话，可能他就是穿起来就是前卫，或者说觉得也是让人家觉得哇，但是不见得哇是喜欢，可能是惊吓。对，白羊穿衣服，他就是有2种可能，但是不管哪一种可能，他都不会在意你的看法。我不在意你喜不喜欢这件事情。Okay. 但是你会看到他的职业别以及他对于整个感情观，还有这种部分，他是很依赖大家喜不喜欢他这件事情的，而且他会问他儿子说：“我美不美？”好，那我的同事、我的朋友，好多人都说我好美，所以你就知道他一定是个外貌协会，对，而且是很注重他外在的。哎呀，那就是天秤座，狮子座也会啊，因为狮子想要受欢迎嘛。对，那这狮子座就是我就是美，对不对？对，你们一定要看着我，对，你们不能不看着我啊。OK， 对，那但是到最后会让我真的就是把票投给天秤座的原因是，你会发现他在所有的关系中，他都是被动的。他都会是希望人家能够对他好，对，然后能够是带他脱离这个苦海的人，不管是前面的这个有钱的工厂老板，对，或者是说他在工作场合遇到的人，或者是最后我们遇到的这位那个叫什么渣男，酒店少爷，少爷，对，少爷哈，对，他的态度都是我需要的是关系，即便是我们这个少爷，好，对他做出这些事情以后，在最后我们还是看到他们是相敬如宾，然后是快乐关系。这个狮子是做不到的嘞。对，而且尤其是说，他可以就是一下子很暴力之后，然后接下来又好了，或者是甚至舍不得他走，对，那种感觉，其实天秤座应该对，因为其实就是这部戏里面大家所透露的情绪其实都很内敛，然后很多事其实而且甚至是有时要表现那种扭曲的情感，所以其实在判断的时候会让我很 confused， 但是到最后发现他跟这个少爷的关系的时候，其实真的也是让我觉得就是很天秤座的一个表现。感觉从电影里面看起来，其实我觉得他们之前就有一腿啦。对。好，那最后一个我们要聊到的是，我觉得他是最难的。我真的觉得他最难。他就是在里面就是一个讲不到10句话的小朋友。对，他。就是他跟《亲爱的房客》里面小朋友一样，有一张厌世的脸，可是他厌世的程度比《亲爱的房客》里的小朋友更多。我觉得他根本是自闭症，就是他最后是整个是，我会觉得是自闭到一个让我，就是他已经是扭曲的，他已经是你已经没有办法看到他的人格原型是长什么样子的一个小朋友了。那我只能够推测，他真的就是一个。也是很活泼的，然后是很有想要去表现自己的，可是他做不到。
所以最后包括他在看跳舞的人的时候，你会看到说他一直是他想学，但是学不来，而且他一直关闭着自己那个可以跳舞的心，即便他妈妈拉他跳，他也不好跳。对，然后甚至到最后四下无人，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才能够展现他自己。他其实就会觉得说，在真的没有人看到我，然后真的那个时候，我才能够安全的去处理、去表现我自己。包括他去埋那个小鸟的时候，他也都是他自己去面对这个生死的部分，而且他对生跟死这件事情，你看他经过那些野雀笼的时候，其实他的表情是很淡定的，仿佛生死对他来说是一个很稀松平常的。这样的性格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星座的表现？我最后还是会颁给天蝎啦，因为其实到最后你会看他躲到房间里面，他做的那件事情是拿着一把刀。那其实之前我们有稍微聊过，就是天蝎跟巨蟹最大的差别是他们都有壳，可是巨蟹他是躲到自己的壳里面之后发抖，或躲到自己的壳里面之后，希望用自己的壳去抵挡一切。对。但是天蝎他躲到不行的时候，他会攻击，他背后的是有一个他的蝎的刺的，他会攻击的。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天蝎他已经从小已经看到太多的这些黑暗的事情，他已经习惯了看到这种残忍的，慢慢变得无感，就是他会比其他星座更能够淡定的去处理这些事情，去面对这些事情。那当然要说回来，因为这个小孩他的个案真的是太特殊了，所以其实我也只能够从这样的方式去看到在他扭曲的背后是什么。因为包括他要跳舞那件事情，天蝎一定是要在自己觉得最安全、绝对不会输或者是不会受伤的情况之下，他才能够表现出自己最柔软的那一面。他甚至比巨蟹还要疑心病还要重，就是天蝎座或出现的比率还蛮高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天蝎他掌管是执着。那执着的话，如果你一个电影里面没有非得要去做这件事的动机，其实往往推不动。那往往执着、欲望，其实这都是在电影发展的时候，它很容易去着力的一个点。而且你必须要有这个非得要去做的点，不做会怎样？就是，所以它很容易发挥，所以也很容易的是会让人家产生连结啦。因为如果都是讲天蝎、天秤的，大家可能很快就腻了。我们下次找一个是其他星座的来聊一聊，好哦，可以啊，那是哪一部电影呢？我们下次再聊，拜拜，拜拜。